这是全世界的国家，一共197个。这是截止目前加入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国家，一共155个，占比高达有80%的国家选择。这些国家到底看到了什么？今天这期视频花费15天整理，共计18分钟，带你一口气讲清楚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又做了什么，对中国以及所属成员国又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听过新闻里说某国加入了一带一路，中国投资了某个港口，又修了哪条铁路，或者中国的高铁又走出了国门。但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它到底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对中国自己又意味着什么？你可能觉得这是国家层面的事，离我们老百姓很远，但其实一带一路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也正在影响着你未来的生活方式，你买到的产品，你能去旅行的目的地，甚至你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这不是一句空话，一带一路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计划，也有人说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民生项目，涉及超过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全球约75%的人口，60%以上的能源和资源，背后是中国花了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那么一带一路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又凭什么做得成？世界其他国家怎么看？是帝国主义还是共赢？中国到底赢了什么？又冒了多大的风险？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把这些问题一口气讲清楚。一带一路到底是啥？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名词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个总称，具体来说呢，它指的是2个核心部分。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陆路路线；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海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经济走廊，再加上一条中国沿海一直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再通往欧洲的海上大动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带一路就像是在整个欧亚非大陆铺出了一张超级大的经济网、交通网和贸易网。而这些网不只是修铁路、修公路、修港口，更包括电力、通讯、能源、金融、文化，甚至是人之间的连接。举个例子，你可能听过中国帮巴基斯坦修建了瓜达尔港，还通了一条中巴经济走廊。在非洲，中国修建了亚吉铁路，把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连起来。在东南亚，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的中老高铁已经开通。在欧洲，中国开通了中欧班列，向义乌到马德里的铁路货运节省了几乎1半的运输时间。这些可不是几条路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中国通过这些国家构建起了一个面向全世界的新型贸易通道。有的人可能会问了，中国为什么突然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其实这个问题呢，你得从2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另一个是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第一，从中国自身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比如钢铁、水泥、电力、高铁这些产业，国内已经饱和了，但技术又非常强，怎么办？答案就是走出去。而走出去并不是单靠企业自己去冒险打市场，而是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去谈判、去修通道。再一个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西部内陆长期发展比较慢，而一带一路正好打通了西部往西连通中亚、中东、欧洲的通道。比如中欧班列就是从重庆、成都、郑州、义乌这些城市出发，通往欧洲的，极大带动了内陆城市的开放。还有一个点很多人会忽视，中国其实很缺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我们大量依赖进口，而这些资源很多就来自于中亚、非洲、中东，而一带一路就是打通了资源通道。第二，从全球格局看，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疲软，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亚洲、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急需发展基础设施，吸引投资，而西方国家已经不太愿意投了。IMF 和世界银行审批又慢，条件苛刻，而中国手握大量的外汇储备，基础建设能力又强，企业又愿意干，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说白了，这既是中国需要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机会。从全球视角来看，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生活在贫困落后的环境中，是他们不想富起来吗？是他们没有办法。有些只想着自己富的霸权国家，不想让他们富起来，或者对他们来说是无利可图，不值得支持。所以，如果有一个国家愿意给钱，愿意给技术，愿意给机会，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抓住这次机会呢？况且是一整套不带任何政治剥削、互利共赢的方案，何乐而不为呢？那么一带一路搞了些什么呢？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说说口号而已，它是实打实的在全球铺摊子搞建设。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干了些什么。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有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致富最底层的东西，这是最核心的一环。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了全球无数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电站、电网。
比如中老铁路2021年正式通车，从昆明直达万象，全长1000多公里；亚吉铁路，非洲第一个中国标准铁路，全线电气化；中欧班列2024年累计运行超过7万列，连接中国与欧洲25国；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直接面向阿拉伯海；斯里兰卡汉班托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原海运控股改造，成为亚欧海运枢纽。而能源合作包括油气管道、风电、光伏等，比如中缅油气管道将中东油气通过缅甸直接运送至中国西南，绕过马六甲；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西伯利亚直接供气给中国。中国在中亚、非洲大力投资光伏电站、变电设施，为当地解决电力短缺。金融合作，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基金等机构为项目提供融资。人文与教育，推动留学生互访，让落后国家接受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孔子学院文化交流、旅游合作、职业培训等，达到民心相通。数字丝绸之路也包括5G、云计算、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等新基建领域的合作。中国公司如华为、阿里巴巴等都参与其中。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带一路远远不是修几条路这么简单，而是中国为全球构建了一整套新的全球化路径。它不靠西方主导，不依赖美元体系，而是建立在互联互通、基础建设、贸易畅通、政策沟通的基础上，是中国版的又属于世界的全球化 2.0。那么，世界其他国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项目的呢？一带一路有没有问题？比如债务陷阱是真的吗？中国有没有花冤枉钱？有没有回报？它未来的命运又如何？好，那我们接着说。一带一路听起来像个经济名词，但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超级庞大、细致入微的全球合作网络，而且不只是中国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操作的，它更像是一场邀请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合奏。古代的丝绸之路靠骆驼、靠商队，走的是香料、丝绸、瓷器这些货物，而今天的一带一路走的是高铁、电力、互联网、资本、制度和发展机会。它不再只是卖货买货，而是把发展模式和互联互通的理念扩展出去，帮助别的国家也富起来，也能参与到全球产业链里。那中国到底提供了什么？一句话，中国方案。咱们可以来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埃塞俄比亚，曾经这个国家的电力严重短缺，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但2016年中国企业帮助建成了非洲第一个电气化国家铁路亚吉铁路，全长752公里，把埃塞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邻国吉布提的港口连起来。这条铁路一通，成本降低了70%，运输时间从1周缩短到10几个小时。几年来，中国累计培训认证当地员工3000余人，实现自我管理运营。这真是中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优良思想。更关键的是，它带动了这个国家的出口、物流、就业，甚至还催生了周边的小城镇加工厂，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与外界的联通。再来看东南亚的印尼雅万高铁，它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是中国企业主导建设，从设计到施工，从列车到信号系统，全部中国标准，最高时速350公里，从雅加达到万隆不到1个小时。这不是炫技，而是印尼政府主动提出的要发展国家现代交通，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还依赖老旧的公路和航运，是永远跟不上现代经济节奏的。这背后展现的是什么？是中国基建出海的能力，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诚意。不是你来我的市场，而是我们一起变成全球市场的造局者。当然，很多人也会质疑，说一带一路是不是在搞新殖民主义？是不是让别的国家背了债？是不是借钱给你，然后你还不上就接管你的港口？这个问题得讲清楚。首先，中国给出的是贷款，而不是无偿捐助或者政治附加条件的制度。很多国家其实是愿意借钱的，是因为传统的欧美资本银行、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是望而却步的。你政局不稳，你信用评级低，你基础太差，我不借你钱。但中国说，我看好你未来的发展潜力，我可以投你一票。而且一带一路的项目很多并不是中国政府出资，而是中国的国企、银行、保险机构与对方国家一起合资共建共赢，是一个生意上的双赢，而不是政治上的单向控制。而且这些年已经有很多第三方独立机构做过研究，发现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并没有依据。哈佛大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德国马歇尔基金等都做过统计，发现一带一路这些项目中，那些违约或者陷入债务风险的国家，真正是因为国家的财政管理和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不是中国故意设计的陷阱。你不能指望别人给你投资、修路、建桥、带就业、搞出口，但出了问题又把自己摘出去，又说是人家的问题。说白了，那真的是没救了。当然，也不是说中国做的完美无缺，项目初期确实也出现过一些沟通不畅、环保问题、劳工摩擦等，
但这几年中国也在不断修正策略，强调绿色思路、数字思路、廉洁思路。我们不只想把路修出去，更想把人心修过来。比如现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越来越强调本地化运营，雇佣本地员工，培训技术人才，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再说个更现实的细节，中国援建的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不仅吸引了上百家企业入驻，还让周边几千名当地居民直接就业。有人以前是渔民，现在变成了技术工人、管理人员，收入直接翻了好几倍。这种改变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家庭命运的转变。说到这儿，你会发现“一带一路”它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搞炫耀，而是把中国的发展经验拿来跟世界分享。但它不是送温暖的慈善机构，也不是用钱买朋友的政治工具，它更像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的实验。中国不是靠战争、靠殖民、靠垄断去影响世界，而是靠修路、搭桥、投资合作，让彼此都能受益。这是不是一种更文明、更成熟的全球关系？值得大家去思考。“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是真真正正的实打实的走到了几十个国家，干了一件件具体的事，修了一条条公路，建了一座座桥梁，设了一家家工厂，开通了一条条航线。西方过去修铁路是为了把资源运走，中国修铁路是为了帮你把货物卖出去，把游客引进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讲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核心是合作共赢，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而西方呢，过去几百年靠的是殖民主义，你有资源我掠夺，你不听话我就颠覆你的政权，你发展得快我就制裁你，围堵你。就拿伊拉克来说，当年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直接发动战争，推翻政府，结果几十万人死伤，国家至今混乱不堪，谁受益了？利比亚、叙利亚也一样，一打完仗，当地百姓一夜之间从正常生活变成难民，沦为欧美博弈下的牺牲品。而中国呢？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不想让别人照搬我们的制度，我们只想合作，让大家一起变好。说到底，中国靠的是我帮你一起建起来，我们合作共赢，而不是你不听话我就炸掉你。我看到过一段这样的谈话，其实挺符合中国人的心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带一路”里面，刚才我们说的是有150多个国家。那请问，首先，西方以及美国，他有做过这种很普遍的大家能够参加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参与的项目，他做过吗？他照顾过吗？为什么中国做，其他的国家做不了，或者是他不愿意做呢？我后来发现，中国人骨子里面、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答案。中国人讲到什么呢？和为贵。那他们呢？他不讲这个，他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就叫这个，就是说单赢啊，只有我赢，就某一方面赢啊。中国人讲的什么呢？双赢或者公赢。西方文化里面，包括英文里面，公赢啊，没有一个准确的 translation。双赢有 mutual win 或者 win-win， 公赢是什么？公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中国人的“公”这个字啊，“公”这个字后来发现是甲骨文里面就有，说明是中国人对这个“公”是很早以前就有了。所以他会讲出来，就是那种君子和而不同啊，或者说和为贵，大家好才是真正好。他会把蛋糕做大，跟大家一起吃。就比如说吹灭别人的灯啊，他会觉得，哎，我把你的灯吹灭掉，吹灭掉了我就亮了。那中国是什么呢？我让大家的灯都亮起来，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亮的世界，因为它是更加那种包容性的想法。所以啊，我们看到的一带一路，它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一条实实在在在改变世界的命运之路。它不是一条向外抢的路，而是一条向外给的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路。它不是殖民主义的旧翻版，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范式。有人说一带一路是21世纪最伟大的全球发展倡议之一，我们觉得这句话真不是吹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一带一路走到今天确实也遇到了一些现实中的挑战，比如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一些项目推进遇到阻力，比如债务风险的争议，某些西方舆论试图把中国的投资说成债务陷阱外交，还有一些原本就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国家，对中国伸出援手发展他国的这件事感到如芒在背。但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指责真的成立吗？首先，所谓的债务陷阱这个说法，最早是英国的一家智库杜撰出来的，它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撑，反倒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贷款利率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更加温和，而且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主动减免或延缓还款的动作，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感激。在非洲不少国家公开表示，真正让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几十年来从西方金融体系用本国资源借来的高利贷。
而在亚洲，一带一路投资的铁路、公路、港口，为很多内陆国家打开了出海口，让他们第一次有了走向全球市场的机会。这不是控制，而是赋能。要知道，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想殖民另一个国家，是不会帮人修路、建桥、修学校、搞医疗的。你看历史上的西方殖民，哪个不是烧杀抢掠、挖矿砍林、掠夺资源、搞奴隶贸易的？他们留下的是断壁残垣，是文化的撕裂，是社会结构的瓦解。而中国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修的铁路归当地国家所有，中国邦建的水电站归人民使用，中国给非洲学生的奖学金，给巴基斯坦的电力援助，给中亚农业科技的转让，都没有附加制度改革的政治条件，也没有强迫性的条款。很多国家说这是平等合作、不带优越感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所以说，一带一路不是在打造新的霸权，而是在帮助世界重新理解合作的含义。当然，也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干嘛要帮助别人修路？我们不是还有自己的发展任务吗？其实说到底，这不是帮不帮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你看西方搞全球化，最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是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中压低成本，赚取利润，然后把技术、标准和金融体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不是在输出工业剩余，而是共建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想带动周边国家一起发展，走的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方向。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但你去问问那些真正从中受益的国家和民众，他们会告诉你，中国修的那条路，让我们第一次能把自己的农产品送进城里卖；那座电站让他们不再每晚停电；那条铁路让他们大学毕业生第一次有了跨国工作的机会。这不是人心工程是什么？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打压别人起家的，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平的环境和人民的奋斗。我们相信，只有世界变好了，中国才能走得更远，而中国发展得更好，也能帮助更多的国家走出贫困和不公。再回过头来看这12年来的一带一路，它不只是一个方案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向世界递出了一张名片，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格局，也体现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一贯的天下情怀。中国从不把自己放在救世主的位置上，但中国愿意成为那个点灯的人。是的，中国不一定要当世界的中心，但中国愿意做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不一定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我们愿意把钢铁铺成路，让更多的国家走出山海。中国不一定掌握着全球媒体的话语权，但中国愿意用实际行动让更多人看到希望。一带一路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是一个时代的选择，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是通向和平和合作的未来之路。而当我们对比历史，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西方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是利润为中心的全球游戏，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发展的全球化，是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导向的真实努力。西方的殖民是带着枪炮、奴役、掠夺、血腥、霸权，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带着工程师、老师、医生、建设者。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别，决定了我们将走出不同的道路。中国要做的，从来不是打造一个新的霸权，而是打破非此即彼的旧逻辑，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公平、有尊严的世界格局。所以说，一带一路的未来不只是一张交通图，而是一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如果你认同这样的愿景，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一带一路，让世界听见美好未来的声音。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